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再说，我呢是要到中国进行访问，咱们呀根本就不搭理他这个茬儿。这时候啊，美国就做出了一个异常的决定，他驻华大使伯恩斯呢就求见我们中央外联部的部长，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啊，教一教美国你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我们中共中央外联部应约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这个呢，在双方的恢复建交以来这几十年中，这个相互的关系之中啊，还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做法啊。这个做法也有它的现在的一个特殊性在里边啊，应该也说啊，这是美国走的一条非寻常之路，是个异常之举。这也可以看出，美国是急于建立和我们的高层沟通的这个渠道啊。咱们的外联部啊，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和世界上其他党派之间建立联系的这么一个渠道，它是一个非政府的这么一个渠道。那么通过这一次啊，是美国这边啊主动要求和我们的高层见面来谈谈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用了一个约见。这里边我们也能看出几个问题出来。这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出啊，布林肯那边他是不停的说我要和这个中国沟通，我要到中国去访问，这都有一点要逼迫我们的感觉了。但是问题是啊，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并没有为他出访，并没有为两国在外交层面的高层进行沟通创造这个条件。那这种情况下干嘛要见呢？见也没有什么意思吧。第二一点，我们看出美国政府不管是他从他的主观上，还是说从他的客观能力上，他做事情做到了言而无信的这么一个地步，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两国的关系，没有为两国的高层或者最高层的见面创造这个必然的好的基础。你像在去年的东盟峰会上，虽然说两国的元首见了一下面，拜登下一步他就觉得双方的这个外交层面就应该进行这种一些具体事务的一些来往和沟通了。但是呢，这中间就出了一个气球事件，然后拜登政府又出台这个政策，又出台那个政策对我们中国搞这个搞那个，在台湾问题上也是挑来挑去。你既然又要见面，又要和中国的高层保持这个良好畅通的沟通渠道，你另一手又搞这个东西，你并没有创造这个条件的话，这怎么去见面呢？第三呢，我们来看这种安排，我们安排我们的外联部的部长去见面呢，这个安排其实挺巧妙的。首先一个这不是一个政府间的一个往来，而是一个政党之间的往来。我们中美两国的执政党之间进行这个高层的会面高层的这个沟通，这也达到了两国的保持高层沟通渠道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呢，这是一个非政府层面的一个接触，既把事情办了这个我们也保持了一定的回旋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要教一教你美国该用一种什么的原则来处事，你该怎么去做事，该去怎么做人，不能嘴上来这么一套，实际干的又是另外一套。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就我们中国的外交从今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或者说2023年就是我们中国外交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那么具体到中美关系上来讲呢，未来中美关系会有很大的调整，包括我们的交往方式，包括我们的定位，这一方面美国你要慢慢适应了，你原来那一套肯定是走不通了，你要适应新的一种模式，也要适应一种新的一种规矩了。而在这方面呢，我们不妨用各种手段教一教美国，你该去怎么来适应我们。